前几天上野千鹤子和北大宿舍的视频我也看了，上野女士那种真诚而松弛的感觉很吸引我，所以我看的时候注意力全程是在上野千鹤子的身上。机缘巧合之下，前天上一条视频评论区有几位朋友向我推荐了《绝教》，我搜了一下书的简介，然后就立马决定要看这本书。读的整个过程中啊，故事的情节频繁的让我想到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里和在视频里说过的话，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期视频。我特别看重一本书带给我的感受，而非噱头或者是作者的名气，因为那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虚的，唯一实在的是能否触动到我的内心。我目前只看到了第2章，刚看完母亲被家暴和婚内强暴的那里，已经忍不住有话要讲。先给没看过的朋友们大致介绍一下故事的情节。这是一个4口之家，家庭成员有父母，然后女儿铃木阳子，还有她的弟弟。他们家的分工是当时日本社会非常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母亲是全职主妇啊，父亲是一家公司的主任啊。赶上泡沫经济初期呢，父亲的工资水涨船高，买了一栋大 house 啊，开始还房贷。主内的母亲呢，每天就在家打理家务，渐渐的与社会脱节。她自己其实并不喜欢家庭主妇这个工作，但每天仍旧装模作样，很热爱生活的样子。然后在一天晚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本来已经睡着的杨子突然口渴，想去客厅喝水，然后他发现父母在客厅吵架，于是他站在黑暗中看见了。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包括父母交媾的画面。一开始的情形是，母亲像一个夜叉一样站在父亲的面前数落父亲。父亲这个时候说我的压力这么大了，偶尔放松一下，你这么夸张干嘛？但是母亲还是喋喋不休啊。很快父亲就忍无可忍了，站起来甩了母亲一巴掌，说：王八蛋，也不想想是谁在供你吃穿。你在家里当少奶奶，我可是每天拼命工作，那么爱计较是想干嘛？母亲瞬间就萎下去了。听到这个父亲说的话，我真的是一下子被击中，想起千鹤子女士说的，女性都在白干活，很多男性总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还不是我在外打拼，你才能在家逍遥快活。一句话就完全否认了家庭主妇的付出，忽视了这项工作的辛苦，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份工作。我也有朋友跟我说过老公完全不理解她的辛苦，只觉得自己很辛苦，然后经常会对她阴阳怪气，让她觉得自己更累了，身体和心理的。不论哪个国家，这种情况都太多了。明明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但当女人面对男人这种质疑时，往往就像被刺痛了软肋啊，没有底气为自己发声，没有底气对丈夫说，还不是我在家忙里忙外，你才能安心出去工作。好，接下来故事里杨子的母亲充分展现了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可以可怕到什么地步。杨子父亲好像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了哈，揪起杨子母亲的头发，掐住她的脖子，要求她给自己道歉。杨子母亲呢，明显被这种暴力压制给吓到了，一开始还气势汹汹的她开始央求丈夫有话好好说，然后顺从的一边哭着一边跪在地上向杨子父亲磕头道歉。错的真的是母亲吗？是怎么一回事呢？男人是个瓢虫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出去嫖被妻子发现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啊！在这种时候，他命令妻子脱掉衣服把双腿打开。女人照做了，然后她坐在地毯上，朝男人张开了双腿说：请。这个请字我真的很难消化，好窒息啊！然而真正可怕的是，遭受这一切之后，杨子的母亲对自己的困境和遭遇都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认识，至少在我看书看到这里的时候，她没有。她每天都在自欺欺人，都在假笑，包括这件事情后的第2天，她也像没事人一样照常的做家务，嘴上不停的说着自己好幸福啊，实则呢，她非常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生活，打扫卫生其实只是做做样子，晚饭也是买的熟食，然后假装是自己做的厌恶同为女性的杨子，对杨子冷嘲热讽，缺乏关心，偏心自己的儿子。要知道，她曾经和丈夫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他们是同事啊。她看似自己选择做了家庭主妇，看似是自己的选择，其实是当时的日本社会给她做的选择，告诉她女性就该这样的呀。但是这种选择的恶果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个体在承担，而且在承担的同时，她还觉得女人就理应如此。女性主义有什么用啊？上野千鹤子说，那就是当你受到伤害、遭受不公的时候，她能够给你反抗的语言。那是不是首先要知道自己该反抗？那么是不是只有说这种语言的人越来越多，才会汇集成力量，才能改变哪怕一点点再一点点的社会状况？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某音上一个魅魔文的视频啊，因为我基本没玩过某音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一个小圈子扩展到某音上有多久了。内容大致就是一些女孩子在下腹纹了一种叫魅魔纹的图腾，然后配一段音乐，穿着低腰裤开始扭来扭去。
这种视频的评论区也是充斥着各路的行家，我整个感觉就是猎奇，然后震惊到不适的过程，太荒诞了。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猪肉过检的那个章啊，不知道知道这个东西的人多不多啊？我反正第一次听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放一张图，大家自己看哦。这个图腾不是单一的，它有多种形式，他们称之为形态。这种形态呢是会进化的，也就是说，也许现在呢它是初级形态，但之后会升级。我随手一搜就有36种所谓的形态和对应的含义。每句描述都有敏感词，看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女生都和我一样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不适感。就像上野千鹤子说的，女性主义给她注入了力量，让她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啊，她为我过去的经历赋予了名字。原来当时让我很不爽的是性骚扰啊！这句话虽然是在说性骚扰，可是同样的感受在我心里发生了。如果在早一些时候，在女性主义还没有形成如今这么大普及以及影响力的更早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是没有明确的概念的，只是觉得不舒服，说不上来为什么不舒服，然后就排斥，就不再看了。这个感觉就很本能，它是朦胧的，在那个时候很多事情是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我也许会想啊，这个女孩这样做就只是她的一个个人选择，至少她是自愿的，她愿意拍这样的视频，也有人愿意看，那是他们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关掉视频，然后我的世界还是这样。但她真的不关我的事吗？真的是自愿吗？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谈情色资本的时候说过，强调女性具有能动性，自愿选择成为性客体是性产业的陈词滥调，因为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男性的性欲免责。为什么要拍这样的视频？因为有人看，有流量，这是不清醒的自愿啊！说白了，他在拿一个他目前还没有意识到很重要的东西去换取他以为很重要的垃圾流量，让自己被一双双充满欲望，然后在满足了欲望之后又变得鄙夷的眼睛凝视。如今我看见这些事情难受更上一层楼，因为它不再朦胧，我清楚的知道了我为什么不舒服，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与自己性别相同的女孩正在物化自己，正在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性奴，给自己贴上这种侮辱性的标签。然后我在某乎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帖子，有人问如何看待谈了半年的女朋友下腹有魅魔纹，然后就各种答主就科普抖机灵科普完了不忘说一句朋友小心呀，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反正不会去找纹身的女生。我不知道纹了这种魅魔纹的女孩在看到这些评价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至少不会开心吧。而我现在不仅仅是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关掉视频就完了，是因为我希望有更多人感到不适，意识到这种不适是什么，然后更好的结果是带着疑问去了解女性主义，能够从不适到觉醒，到语言观念到行为的逐步成长，这是一种有痛成长。因为一旦觉醒了，就不得不因为一些以前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而感到刺挠、敏感、警惕。但是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的事情我们也许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不成熟的想法，但这是个浩大进程的一个环节而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全部都是有着这种敏感和不适并为之发生的坚定的女性们正在做的事。好的，朋友们，我继续看书去了，我们下个视频见。